嗨，我是 Ben。那现在的时间是11点26分，然后是2026年的5月16号，礼拜六。那先来录 Podcast。那今天先聊一下最近在忙什么。最近在搬家。那之前的房子解约了，然后去找了新的房子，现在是租房子的状态。对，那总之就是因为搬到新的地方住，所以搬家。对，那所以就会看到我现在在录影的地方会跟之前不太一样。嗯，对。然后这个就是之前一直在我右后方的那个耳机，然后一直没有拿来用，那就趁这次搬家的时候把它整理好，然后电脑也设定好，然后开始去使用它这样子。好，那今天聊一下买东西好了。就是为什么会想聊这个，是因为搬家后其实会有一些买东西的需求，可能像是买家具啊，或者是买一些电器，就是统称家电。对，那这个状况会根据每个人不太一样，就是可能有些人原本住的房子，嗯，就已经家具都买的差不多了，那可能搬家就不需要再额外买新的东西。那有些人可能之前住的地方可能比较小一点，或是之前的预算可能不够，那可能就会在搬家之后去添购一些新的东西吧。Yep，那这次为什么讲这个，就是因为刚好这几天有在看，嗯，空气清净机 （air filter） 吧，我记得。然后空气清净机有一些又有什么像除湿功能啊，或者是加热，或者是风扇等等的，总之就是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功能。那就是在看的过程中就会想说，诶，那要不要觉得还不错，就先直接订，在网络上订，在网络上购买这样子。那还好是没有买，就是也不是没有买，就是还在看，还在看。然后主要是原本有想说又看到一台觉得还不错的，在网络上看到一台觉得还不错的，然后就是颜色啊，或是形状，或是功能，对，就是买电器类的时候，我也是会考虑一下，嗯，那个电器的样式，像是好不好看啊，跟现在住的家有没有适合，有没有搭配之类的。然后，嗯，总之有查了一下评论，然后也有用 AI 的一些工具。我是用Cloud的 Cowork 的一个这个功能，它会直接帮你透过浏览器去查不同资料。对，总之它直接透过我的浏览器去查了一下各家的一些网站，然后去查了不同型号的东西。那给了我一份资料，就让我去可以选择说我要不要去买，就是我想要的某个型号这样子。对，总之后来没有买的原因是因为，有想说要买有一款有加热功能的，就是它带有加热功能，然后它又有空气清净，然后又有风扇这种很就是功能放在一起的机器这样子。然后网络上的评论其实有谈到说，加热的费用的电费会消耗非常多。
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哦是哦，就是 OK 很贵，然后好像没有意识到有多贵。后来是又再看了一下，觉得好像嗯，就是原本都是看文字的资料，网站上的资料，但是没有去看一些 YouTube 或是 video 的一些别人的介绍。然后是后来我想说，不然再看一下别人网络上的介绍好了。然后我就看了一下，然后发现有一个人，他是直接应该是拿那个，就是有一些机器可以显示多耗多少瓦、多少度电之类的，然后可以去算要多少费用。就有一个人直接去算了一下，然后总就算出来的金额其实蛮贵的，对。然后就觉得，那再考虑一下。对，那其实，在看这个商品的时候，也有去比价。比价就是，会去 compare prices。嗯，要怎么解释？嗯，OK，就是比较的比，然后价就是价格的价。那个比就是会去根据不同的价格去做判断。就是想象中，除非像是那种定价很明确的，该怎么说？有什么东西定价很明确？嗯，不太确，现在没有特别想到。但总之就是价格都会根据不同的商店，可能有些商店他拿到的价格就是从经销商或是他的上游大盘拿到的价格，可能就不会那么的高，那他就可以用相对低于市价的价格去做贩售。那如果你在一个就是只能在原价买到的地方，那你可能就在比价的时候就会去看到一些可能怎么会有一些商店的价格会比原价还低一些这样子。那总之就是去查这些价格的话，就是一个比较价格的行为。对，对，总之有比价，还有网络上查了评论，就是看了一下别人写的一些 review，看一下别人写的一些 comments，就是有些人会分析说这个商品好不好用，或是还有什么性价比。台湾人都说 CP 值，但我不知道 C 和 P 的原始的英文是什么。对，但总之会说 CP 值高不高，但中文好像会说性价比。对，就是会去看了一下那个性价比好不好。还有什么？我自己如果是国外从国外订东西到台湾的话，应该还会 compare 那个运费，但这个好像不太确定。就是应该是从不同的销售管道去买东西的时候，搞不好有些地方的运费会不一样，或者是自己找一些集运的仓储，好像运费会更便宜一点。但我没有用过集运，所以我不太确定。对，还有买东西的时候，大家应该都会等特价再去买吧。我就有印象，就是之前在一个书，好像是不当行为吧，有一本书跟经济学有关的，然后这本书就讲到定价策略。定价就是你要设定那个贩售的价格，他就有做了一些问卷去，我印象中是这样子，就是他有做一些问卷去问不同的受访者，就是他用两种方式去描述价格的变化，像是一种是可能原价比较高，然后他说我今天因为一些事情然后打折，就是可能原价是120块，
然后它因为某些事情打折变到100块，或者是原本它是80块，然后它因为某些事情调整变成100块，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商品最终都变成100块了。但大家对于这个事情的，就是对于这个价格的反应的心理的感受度有什么不同？记得是从120块掉到100块的这个感受，是会让人比较容易接受的。就是 even 这个商品最终都是用100块去卖，但如果大家听到 OK， 它是因为打折的话，会比较接受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蛮有趣的。对，我记得他们因为这个的研究吧，好像就有建议说，如果要卖东西的时候，定价最好定的高一点，好像是这样吧，不太确定。对，我事后再查一下资料佐证，再去翻一下那本书。对，然后总之我在看的那台机器也是有特价。现在好像网络上买东西，对大家都会有一些 coupon 优惠券，或是有很多的促销活动等等的。所以就是有一些特价、特别优惠的价格。然后其实这一次原本想要直接买这个行为，就是有点冲动购物的感觉。冲动购物就是说，你可能看到了一个很喜欢的东西，然后就会想要马上拿到，然后对这个就叫做冲动购物。但还好这一次就没有直接买，有冷静一点，多查一点资料。那通常，我发现我自己在以前可能是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比较容易会有冲动购物的想象，就是这种不是想象，就是实际上会发生的事情。那时候可能就是一些单价比较低的东西吧，或者是因为我心里物质上比较匮乏，就会就会比较就会比较急着想要拿到一些东西，对，拿到一些我想要的东西，所以就会有冲动购物的事情发生。然后像现在年纪比较大一点，就会开始去思考说，这个东西是真的是需要还是想要，以及这个东西，买了之后可以提升我的生活品质吗？或者是可以让我生活比较轻松吗？或者是这个东西的价格其实，跟我的收入相比，其实没这么严重，我其实不需要担心这么多，等等的。喝一下水。那总之还好，这次在购物这件事情，就是在买这个家电的时候，因为它的单价是比较高一点，那所以就是让我有蛮多的时间去思考这件事情的，就变成是我不会这么急着要下决定啊。然后对，总之就是有先犹豫了一下，想了一下，真的要买吗？应该是说有确定要买，但感觉要再找一下，找一下是不是有比较适合自己的产品。大概就这样。那应该对，这就是今天的 podcast，讲了一些词，像是比价、价格、平价，还有运费、特价，然后冲动购物，还有什么？应该是这样吧。然后大家也会比价嘛，其实也蛮好奇的，所以我的听众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或者是
除了比价之外，大家还会直接杀价，就是杀价就是直接跟 owner 或者跟那个老板说，能不能再算便宜一点？对，好吧，那应该就是今天的 podcast，拜。